2019年5月23日下午，日本东京新宿区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是一名女性，她说自己杀了人，并且说出了准确的地址。警方赶到现场之后，看到一名年轻的女孩坐在地上，嘴里叼着烟，打着电话，神情镇定，身上也沾满了鲜血，身边还躺着一个被她捅伤的男子，男子只穿着内裤，身上满是鲜血。警方马上就将男子送到医院救治，并且对女孩进行了例行询问。女孩叫高冈由佳，21岁。女孩说被她捅伤的这个男的是她的男朋友，叫刘月，20岁。因为她太爱这个男朋友了，本想捅死男友之后，然后自己再自杀。这个案件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因爱生恨的案件，但是因为作为凶手的女孩长相甜美可爱，当时那么血腥的场面当中，这个女孩非常的冷静的叼着烟打电话，坐上警车之后还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整个画面太有故事感了。而且她的男友刘月的职业也非常的特别，刘月是一名牛郎。那么作为一名牛郎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们之间也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案件，日本牛郎不死鸟事件。日本的歌舞伎町是世界闻名的红灯区之一，在歌舞伎町一条街上大概有200多家的牛郎店，每家店里都有几十个牛郎。在日本，牛郎是合法正规的一个职业，牛郎都是男性，服务的对象都是女性。牛郎陪女客人喝酒、聊天、唱歌，让女客人能够排解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牛郎的收入是靠客人点的酒来提成的，业绩好的牛郎可以做到月过1000万日元。但是这个职业是有规定的，那就是牛郎卖笑不卖身，不能和客户发生肉体关系，不能和客户谈恋爱。而且这个职业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店里一般都会有一个排行榜，提升自己排名的方法就是让女顾客在店里大量的花钱，女顾客花的钱越多，牛郎赚的就越多，排名就越靠前。所以牛郎会想方设法的让女顾客开心，拿捏住客户的心理，让女客人欲罢不能，让女客人下次来的时候还点自己，为自己在店里花大把的钞票。今天案件当中的女主角高冈由佳，她就是牛郎店的一位女客人，但她不是什么富婆，也不是什么有钱人。高冈由佳当时21岁，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日本人。2岁的时候全家移民日本。20岁之前，她和其他的普通日本女孩一样，喜欢动漫，喜欢 cosplay， 喜欢拍短视频。后来由佳就读帝京大学保育学科。2017年她中途退学，先在一家补习班打工，后来在歌舞伎町的一家酒吧里做店长，收入比较稳定。2017年的一个晚上，牛郎刘月来到了刘家工作的酒吧喝酒，两个人就认识了。但是当时他们两个人仅仅是认识了。2018年3月底，两个人在社交软件上互相关注了，开始聊天。随着慢慢的熟络，聊天内容也越来越暧昧。刘月是具有一定牛郎职业技能的，刘月的每天的关怀很快就让尤佳沦陷了。尤佳认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2019年3月开始，尤佳开始频繁的去刘月上班的牛郎店消费，大概2天就去一次，并且每次都点刘月来作陪。牛郎店的消费是很高的，尤佳每个月都要在那里消费100万日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5万元。自从有了尤佳这位稳定的客户，刘月从店里的不知名的小牛郎一直冲到了排名第3的人气牛郎。但是就算尤佳的收入还可以，但是也经不起这样花钱。为了给自己心爱的男人冲榜，尤佳几乎是倾家荡产。刘月的百般关怀让尤佳认为刘月是自己的未来的丈夫，而刘月却把尤佳当作成大客户。为了从尤佳这个大客户身上得到更多的金钱，稳定住这位大客户，刘月违反了牛郎的规范，和尤佳确认了恋爱关系，并哄骗尤佳说，我打算今年9月就把工作辞了，等我辞职之后咱们俩就结婚吧，我们一直在一起。尤佳已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为了支持自己的男朋友的工作，就得需要更多的钱。尤佳开始兼职在歌舞伎町做陪酒女郎，甚至做起了伴游，陪有钱的中老年人旅游。据说每一次陪男人出游都能赚100多万日元，
赚来的钱呢，基本上都花在了刘越的牛郎店里。5月份，刘越终于冲上了牛郎店的第1名。尤佳陪其他男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但想着刘越到9月份就辞职了，到时候呢就不用过这种生活了，才咬牙一直坚持。而尤佳出卖自己，刘越也是知道的，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在乎，他只把尤佳当成了人形提款机。刘越也知道，如果失去了这个大客户，以后自己还是一名小牛郎。为了维护好这个大客户，刘越会私下和尤佳每周发生2次关系，会陪尤佳看电影，一起逛街等等。当然了，一切费用都是由女方出。在2019年5月，尤佳花了150万日元在新宿租下了一间公寓，作为2个人的以后的生活的家，并且邀请刘越过来同居。刘越也同意了。之前说过，牛郎是不能和客户谈恋爱，也不能和客户发生关系的。刘越的这一系列做法呢，让尤佳认为刘越是把他当作女朋友了。他觉得9月份刘越辞职之后，就能过上2个人的正常生活了，于是他就更加努力的去赚钱。5月份的时候，尤佳为了挣200多万日元，陪客人出国去了10天。回来之后，尤佳发现刘越好像在疏远他。后来刘越给出的理由是10天了，尤佳都没有来店里捧场。尤佳被冷落之后，他才意识到刘越可能只把自己当作客户，但尤佳已经自己深入其中了，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现实，所以接下来尤佳经常到牛郎店里去找刘越，甚至有一次尤佳拉着刘越到天台上说，不如我们一起跳下去吧。刘越当时就吓坏了。从那次开始，他就意识到尤佳开始变成了一种负担，开始有意识的去避开他。尤佳的心态呢，也慢慢的崩坏了。2019年5月21日，也就是案发前2天，尤佳的朋友告诉尤佳，刘越陪其他女人去情侣酒店了。尤佳马上给刘越打了电话确认。刘越承认了他和其他女人到酒店，但是他说他只是和女顾客聊天，并没有发生关系，这让尤佳很难受。但是呢，还硬挺地说，希望以后再和其他女性在一起的话，记得告诉我，不要跟我说谎。5月22日，刘越还是没有和尤佳联络。5月22日的下午1点到5月23日的凌晨，尤佳总共接待了5位客人。疲惫的他回到家里给刘越打电话，但是怎么也无法联系上刘越。尤佳和闺蜜打电话聊心事，说起了她和刘越之间的事情。闺蜜给她的建议是，要想和刘越在一起，就要忍耐他和其他女客人调情，忍受他的爱搭不理，而且必须要努力赚钱，到牛郎店消费，才能维持2个人的关系。而这个时候，尤佳的情绪已经非常不稳定了，她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只有死亡才能让刘越和自己永远在一起。5月23日下午3点，刘越终于回到了公寓。尤佳让刘越帮忙将窗帘装上，装完窗帘之后呢，2个人发生了关系。之后，刘越只穿了一条内裤在床上睡着了。这时，尤佳看到床上熟睡的刘越，心里的那个可怕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从厨房拿出了一把刀，将手中的尖刀刺向了刘越。刘越毫无防备，被疼痛惊醒。尤佳直接骑在了刘越的身上，并问道：“喜欢我吗？”刘越一边挣扎一边大喊：“知道了，我超喜欢你的，我们会在一起的，一直在一起，我不会报警的，快帮我叫救护车吧。”尤佳说：“既然喜欢，那就一起死吧。”但是他看着刘越惊恐而又痛苦的表情，心里又有一些后悔。没办法，他太爱刘越了。就在这一瞬间，刘越奋力挣扎，推开了尤佳，下床之后踉踉跄跄地向外面跑去。尤佳的隐形眼镜被打掉了，他在桌上拿起了另一副眼镜和香烟，就追了出去。终于在1楼的大堂入口看到了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刘越。看着刘越绝望的眼神，尤佳坐在了刘越的身边，点起了一根香烟，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等警察来到的时候，尤佳正拿着手机和刘越的另一位女客户在电话里争吵。后来在法庭上，尤佳说，当刀捅进对方的身体的那一刻，那种触觉和他痛苦的表情就已经让他后悔了。刘越被捅了一刀之后，伤及了肝脏，在医院治疗了1个月后康复出院。2019年7月，刘越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回到了牛郎的工作岗位。经过这次大难不死，刘越给自己改名叫不死鸟，寓意自己是浴火重生的凤凰，并且因为这次事件的曝光，反而使刘越的人气暴涨，业绩一度飙升。
但是这次事件当中，刘月伤及了肝脏，以后估计是不能喝酒了，而酒水的提成是牛郎的重要收入之一。事件发生之后，尤家的母亲为了减轻女儿的刑罚，给了刘月500万日元。刘月拿到钱之后，向法庭提交了谅解书，请求法院给尤家减刑。在法庭上，刘月承认是自己玩弄了尤家的感情，因此才发生了这次事件。最终，2019年12月3日，法庭宣判高岗尤家被判有期徒刑3年06个月。在庭审当日，他始终低着头，没有看刘月一眼。宣判后，高岗尤家跪地大哭。本来以为自己找到了真命天子，但实际上是被牛郎给玩弄了，沦为舔狗，一时冲动犯下大案，锒铛入狱。很多网友都很同情她，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怎么就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下场了呢？这次事件被人们称作为不死鸟事件，高岗尤家被称作为醉杀病娇女友。时光飞逝，2023年，高岗尤家已经刑满释放。出狱之后，他干起了自媒体，经常直播，主要的内容是玩游戏和 cosplay。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夸他可爱，鼓励他迎接新生活。实际上，被牛郎玩弄的女性高岗尤家并不是个例。不死鸟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新宿歌舞伎町大楼30天内有7个人跳楼，其中5名是女性，和牛郎有关。2023年11月5日凌晨1点半左右，日本东京新宿区歌舞伎町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同样是一名年轻的女性用刀刺伤了一名23岁的男子，而这位男子也是一名牛郎。现场穿白衣服的女子25岁，非常的激动，刺伤牛郎之后还继续殴打牛郎，并大喊着：“比我年轻是吧？不要瞧不起人，还想从我这里榨钱。”据这位女子说，半年时间里，她在这位牛郎身上花了1800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88万。被刺伤的牛郎经过抢救之后没有生命危险，最终该女子因涉嫌杀人未遂被警方逮捕。这次2023年发生的案件让不死鸟这个词再一次成为了热搜。除此之外，日本的天才滑雪少女金井梦露也曾经因为牛郎差点就毁掉了自己的一生。金井年少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运动员，因为一次奥运会上比赛失利，被日本网民网暴。年龄还不大的金井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压力，无处排解。金井第一次走进了牛郎店，踏上了找牛郎的不归路。很快钱就被牛郎给榨干了，还背上了巨额债务，被迫下海拍动作片挣钱养牛郎。后来还因为多次流产和自杀上过新闻。好在金井在30岁的时候幡然醒悟，重新振作起来。在2018年第35届全日本滑雪锦标赛当中，仅仅练习了4天的他，在比赛当中拿下了冠军。所以金井算是幸运的了，他最终还是走出了牛郎的泥潭。但是还有很多的女性因为牛郎而倾家荡产。很多人都很奇怪，日本很多的牛郎的长相并不出众，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女性心甘情愿的拿钱给他们消费，甚至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一个牛郎就相当于半个心理学家，他们是针对女性的，他们对女性的心理了如指掌，他们这个职业就是为了取悦女性而存在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榨干女性的每一分钱。而真正的男人是对社会、对家庭有责任、有担当的，而不是一直取悦女性的牛郎。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收看，别忘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